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今天咱们来聊聊昨天育碧终于首发预告片的《刺客信条 VR：连结核心》。然而，因为这是一支全 CG 制作、毫无实机的预告片，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表示强烈的不满。不过好在后续官方又发了一篇对游戏总监的详细采访，揭示了更多的细节。同时，又有一名在去年6月参与游戏内测的网友表示，这是他玩过最好的 VR 一体机游戏。通过他的一些赞美支持，我们也能大致了解到一些多的信息。咱们先来说说画质啊，因为育碧暂时宣布只提到了 MetaQuest 系列头显，没有提及 PCVR 和 PSVR2， 所以只有 VR 一体机版的话，那画面表现力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刺客信条 VR 的 Quest 商店页面有一些截图，虽然看上去不是 CG 制作的，但他们的整体观感看上去也比现在的 VR 一体机游戏画质好得多。但是鉴于 VR 一体机游戏画质一贯的低劣，以及育碧连稍微混剪一个1-2秒实机镜头到预告片都不敢的行为来看，大家普遍表示这些截图的存在也是一种宣传误导。不过这位参与育碧内测的网友非常坚定地表示，这些截图是可信的。更准确的说，他觉得刺客信条 VR 在科乐2上的图像保真度非常接近在 PC 上玩刺客信条4黑旗，而且玩起来像黄油般流畅。预告片虽然是 CG 制作的，但实际在 VR 里玩起来的感觉还真就是预告片那样的。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生化危机4》和《生化危机4 VR 一体机版》。原则上，《生化危机4 VR 一体机版》的美术场景资源就是好像高清化了的05年原版《生化危机4》。我记得当时玩《生化危机4 VR 一体机版》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画面呢又是前所未有的醒目。就感觉明明是老照片，但是是用 4K 分辨率洗出来的。你说它游戏画质算好吧，但是一股千禧年时期的味；你说它画质不好吧，但是玩起来又非常的具有沉浸感。然后我们仔细看《刺客信条 VR》的这2张截图，看到这些木板的纹理没有？还有远端房子屋顶的贴图，还有仔细看这张市集里是一些篷布的纹理。说难听点，看上去就像高清的马赛克了。其实真的还是属于那种一眼 VR 一体机才会有的科幻画质。这样来看的话，那这几张截图是 VR 一体机游戏画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只不过或许是在游戏引擎里截图下来的，没有渲染分辨率的限制，所以才看上去比较美观。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在画质这一方面保持低期待就好。最好的情况大概也就是育碧他们做到了对10多年前的刺客信条黑旗或者启示录的素材适当高清化。没有记错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翻翻那些时候的游戏实际画面。木材质的偏多，然后是简单的时装房。如果材质单一，不需要 GPU 调用太多的 J-Cores 去绘制的话，那科乐2应付下来也是有可能的。对于画质表现的低预期，不代表我对这位参加过内测的网友的说辞表示否定。首先，我觉得他不像是假的，顶多就是有着个人的滤镜。刚好他自己又是长期的育碧内测用户，所以可能体验反馈上会更好一些。他是6月份参与内测的，测试时长3个小时。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另外一个参与刺客信条 VR 内测反馈游戏质量一般的老哥，他大概是去年4月初参与的。很难说2个月内游戏会有多大的提升，但起码代表游戏品质不会一边倒了，至少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可能喜欢的会很喜欢，不喜欢的就玩不进去。不过今天的这位内测玩家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育碧已经在规划刺客信条 VR 连结核心的续作，当然这个传闻之前就已经有过了。同时他还表示，育碧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 VR 引擎，没有理由不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很难说这一点到底是他的内部信息，还是带有个人偏好的主观推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育碧这次确实是在打造刺客信条 VR 的项目上花了心思的。他们的游戏创意总监表示，开发团队绝不是在打造一个小型的 VR 体验，然后再挂上刺客信条的 IP 名号就潦草了事，而是真正的为 VR 创造了一个属于刺客信条的游戏。最大限度地利用虚拟现实的硬件条件，让玩家比以往更深入地沉浸在成为刺客大师的体验中。作为第一款刺客信条 VR 游戏，育碧干脆直接让 VR 玩家一次性地扮演3名角色，分别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刺客大师艾吉奥、古希腊的坎沙德拉，还有殖民时期美国的康纳。艾吉奥的故事背景在1509年左右，也就是兄弟会事件的2年后。这一次会补上他生命里的这片时期的空白。卡桑德拉是刺客信条奥德赛剧情的20年后，背景处在一个叫做30年暴君统治的真实历史时期。而康纳的故事则与刺客信条3的事件交织在一起，发生在1776年和1777年，你可以看成是对刺客信条3的内容额外补充。
其实光看这个游戏故事剧情的构建就能感觉到，育碧并没有因为这是 VR 游戏就好像当做不重要的旁支作品来看待，而能亲自扮演艾吉奥这件事本身对于刺客信条老玩家来说就很有说服力。而在3个刺客角色交织跨越几世纪的冒险里， VR 玩家可以完全自由的在准确还原历史的开放式地图上，在建筑物之间进行冲刺、攀爬和跑酷，以及来一个经典的信仰之跃。所以在做游戏里的任务时，你能自由的选择有多大的程度来参与。你可以高速的攀爬跑酷，做完所有暗杀工作，也可以慢悠悠的在地面前行，使用藏身点来进行刺杀。从威尼斯雅典到殖民时期的波士顿，每个开放的地图环境都有360度的导盘。这句话听上去就好像我们应该也能第一视角体验一把鹰眼一样。你也可以跟历史人物和对你的行动有反应的平民敌人进行互动，所以潜行时要学会多多利用传统的群体隐身方法，混入人群中伺机暗杀。不过任务开篇的几个是比较偏线性的，因为玩家要学习如何在 VR 中操作刺客信条。玩家一开始就是要扮演艾吉奥，3个刺客角色的标配武器会有细微的差别，比如会有带有个人特色的袖剑和弓弩，你只需要按住 VR 手柄的扳机键就能展开袖剑进行暗杀。当然你在冒险途中还有刀剑、丈夫、投掷刀、十字弓其他的武器可以使用。动作机制方面跟一般的 VR 动作游戏没有区别，拿着 VR 手柄用你现实的肢体动作进行阻挡、招架或者刺杀反应各不相同的敌人。跑酷动作的起跳，根据之前内测人员的描述是需要按键，更多的时间其实你是在建筑物上做攀爬动作为主。运用好第一视角进行空中暗杀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因为游戏中有长途穿越地图的过程，担心会晕以及具有恐高症的 VR 玩家可以选择打开按脚黑圈或者传送功能。但是作为一个主打潜行元素的游戏，传送移动会不会有点出戏呢？确实如此，因此育碧开发团队做了一个游戏化的设定，在你常规跑图时要使用传送，系统就会给你一个意识警告作为反馈。如果你传送的路线上除了平民还有警卫，那敌人就会看到你传送的路径。所以说原本 VR 游戏常规的传送机制就成了一种移动技能，所以就不会显得太违和。其实刺客信条的系列游戏设定里本身就是现代人使用 Animus 这样的设备穿越回过去，非常契合我们用 VR 头显玩游戏的概念。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VR 头显就是现实意义上的 Animus， 所以也是衷心希望刺客信条 VR 连结核心的游戏品质能够对得起大家的等待，坐等它在圣诞期间发售，成为克德3的首发护航作了。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而是陪着 VR 成熟，落地 VR 加入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